所以要练习，我们就算是慢，还是要练习那个脚那个力量可以从脚底下往上拔，往上拔。所以在行动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起来的，那个力量是起来的，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，不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们可以抽起来的时候，你是用这个脚尖在走，脚跟在走，脚侧在走，哪里在走？没有分别。听不懂？没有分别，你的力量提起来，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变的，只是跟地接触的形状变了，晓得吗？跟踩高跷的一样嘛，是不是？踩高跷的底下，底下只是一个点啊，晓得吗？跟唐朝以前，现在日本人穿那个木屐一样嘛，或者唱戏的鞋子，只是中间有一个杯，那个酒杯一样形状的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他们如果重量都在脚上的时候，那个齿啊，那个木屐的齿，或者那个鞋子唱戏的鞋子中间那个脚杯形状的，它受不了那个力的，尤其是你落地又是斜落地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穿那个木屐，有的木屐是双齿嘛，一般是双齿嘛，是不是？那个你懂吗？日本的鞋子，对，这样嘛，这是双齿，两个齿，有的是单齿在中央的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晓得，如果你的鞋子是那个样子的话，你走路如果是这样走的话，那个就断了嘛。所以你一定是这样走嘛，一定是平落嘛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看日本那个侍女或什么，他们那个裙摆很窄嘛，在走路都是小步正的，听不懂？日本武士在他穿那个的时候，他不可能踩什么步，他不可能踩这样的步啊。他踩这样的步就滑了那个齿就断了嘛，所以一定要什么步？一定要这样的步嘛，一定要这样的步嘛，这样不懂？尤其以前又是泥巴，地上又是泥巴，又是石子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你就知道，你如果穿过草鞋啊，你们穿过草鞋？我现在家里就有草鞋，我有时候就用，我也有木屐，因为草鞋它那个跟脚连接的是很细的那个用草绑的嘛。你如果用斜落步，第一个它脚底下会滑，第二个你给那个系带跟鞋子跟你脚之间的那个压力会变大，所以很容易断。你如果直落的话，那个系带只是维持住你的鞋子它不掉。那个系带的功能只是让你的鞋子不从脚上掉下去，那个系带的功能，那个强度不是让你去力量到那个系带上去。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们看这些那些用力的人，或者早期那个，你就知道行动、走路，或者他们快速行动、慢的行动，那个脚应该是怎么落的？脚上的力量应该是什么力量？这样懂吗？因为长久以来，我们的鞋子的形态变了，地的形态也变了，所以我们就不注意脚怎么落了，我们不去注意那个脚上的力量应该怎样了，因为无论我怎样，我都不会摔嘛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很多的习惯就变了，就错了。可是你一离开那个鞋子，你到另外一个地
地方去，你武术或什么，你的行动当中你那样行动的时候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回复到以前的那个，应该采取的一种身体的运用的方式。啊，重量不要都放到脚底下去。啊，所以我看到他们跑那个长跑的，说，哎，他们为什么速度要到180？180是他们最正常的哦，初学者哦，最好要到180。啊，那你们自己回去用那个节拍去算算看嘛，180是什么样的速度？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子？我看他们一些原因嘛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减轻膝盖的压力，跟地面接触的时间变短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跟我们手掌一样啊。走180可能会昏倒。现在流行那个超慢跑是180。其实不会，对，超慢跑是不是？对呀、60，你可以从60增加到120。那其实你能提住的话，能提住就没有差，这样不懂？因为他们那个跑步是什么？他没有提住的，所以当你跑步的时候，你是整个重量下去嘛。他们是整个重量下去，所以他们用速度来减少跟地面的接触的时间，所以膝盖跟身体承受的压力会变小。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来，他们达到这样的目的。可是我们如果能提起来的话，我们能把力量提起来的话，我们跟地接触的时候啊，就不会压力全部到脚上面去。所以你整个提住，你上面是没有动的，上面是恒定的，上面是恒定的，这样不懂？那快是什么？快是当你走到一个程度，你的重心在前面的时候啊，当你的重心一直往前面放的时候，你的脚就必须要快，因为你要去接那个重心嘛。那一开始慢的时候，你的重心没有在那么前面，甚至在中间，所以你慢你可以接得到，或重心稍微放一点点，你可以接得到。可是当你的重心，你的腰越来越塌的时候，你的重心越来越往前放的时候，你重心越来越往前放的时候，你的脚就要越来越快去接那个重心。所以走掌走对了，走到最后是什么？走到最后是我们嫌腿太慢。你越来越放的时候，我们的腿接不住那个重心了。所以步要变小，去接它，这样不懂？你的步要够快去接它，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你的步要松，你的腿要松。因为在控制下面的腿，你们开始练是要去控制了，是不是？去固定那个形嘛，可是到后来，你的腿必须要马上松掉，一接触地起来马上松。我这个腿起来马上松掉，它就可以自由啪就去接了。所以松掉的时候，加上你们刚才那个自由晃动的那个力量，它在规矩之内自由晃动的时候，它才够快。否则你在控制中的步伐永远不够快，你的重心一直往前放的时候，你就摔倒。像非洲人那个舞蹈一样。对，他们那个舞蹈，它的重心还没变哦，它的重心没有动，它是在中央的，所以他只是在这个地方他去做这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他能够这样快，行动往前的时候，他不一定可以这样快。因为这个晃动是上下的嘛，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，它是平移了，
所以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脚落地的时候有抽，可是它离开地板的时候有放松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一离开就要松， OK， 松，对，有抽吗？要抽， OK， 要抽。它是从这个你们慢慢练，那个抽要慢慢的往上走。它这个地方以上是永远是吸住的，所以抽胯嘛，从胯来分，这样不懂？当我的胯能够一抽起来，底下的力量，腿的力量就起来了。我的腿松掉的哦，可是底下的力量是往上抽住的，而不会我的腿一落的时候，整条腿的重量，你们刚才抱腿就晓得嘛，腿很重嘛，腿很重嘛。对啊，你只讲10公斤，我在讲10公斤。哦，是哦，你有切下来称过？有那个仪器可以量。啊，是啊。对，还有躯体啊。我觉得还要重吧，光一个手臂松，差不多约略这样子。就2只腿都要体重的3分之一。对呀，很重啊。对，10公斤很重啊。很重啊，所以你如果让整条腿落下去，你要再起来，那个需要很大的力量啊。所以我们抽住它，放松抽住它，它落下去的时候，它不会整个重量下去，那个腿松的，可是它没有整个落下去，听不懂？我讲它只是一个移动的支点，晓得吗？腿只是一个移动的支点，所以当你的行动变快，这个移动的支点就要变快。这个是八卦拳走掌的，慢慢要练的，所以松很难啊，松很难。但你要在紧，我们开始练是紧嘛，把它规范在这个范围以内，规范在这个范围内，你松的时候啊，你这个腿啊就不会乱跑。它松，可是它是在这个行动的规范内松的，听不懂？啊，我跟你们讲过嘛，在那个什么逝去的武林啊，是吧？逝去的武林那本书，它里面提到一件事情，就那个谁的徒弟啊，形意拳那个很有名，他的一个徒弟，他们在城门下练嘛，就有时候他们的师兄弟就在城门上跑，看谁跑得快。那有一个练三体式啊，练拳练得非常好的，功力很好的。当他上去跟师兄弟跑的时候，他永远跑到最后，他永远跑不快。啊，他跑的时候他就问师傅：“我怎么跑不快啊？”放掉，把练桩、练形、练那些东西全部放掉。所以当他可以全部放掉的时候，他就比其他人快了。这样不懂？所以规矩是一个要练的，可是规矩之后你要练习放掉，否则那个规矩就把你约束一辈子，你练的东西没有办法用的啊。所以松紧，晓得吗？是这个窍门啊。那紧大家都会那样的紧，松很难啊。看不懂？像你们练拳，你们打那个炮锤的话，一开始练规矩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收住嘛。可是到后来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当我在打的时候，我打出来，啪，这松啊！你看，我从这边，啪，这边稍微紧一下，因为这边是拦嘛，这边是一个挑，啪，你这一瞬间紧，马上要松掉，回来，嘿，又松，啪。所以你看有些打的时候啊，你感觉它是什么？你感觉它是这个，你感觉它是
好像这个，其实它不是在做这个，它是打出去就松掉，打出去就松掉，打出去松掉，打出去松掉，打出去松掉，这样不懂？任何地方，这个是紧嘛，你要打嘛，这边打出去松，打出去松掉，在圆式上面松掉，打出去松掉，腿也是啊，一步上来。规矩到了，规矩到松掉，所以在拳里面，你发劲的时候紧，啪，马上松，这个难，紧也很难。这种你要在那一瞬间的紧，马上松掉，一瞬间的紧松掉，再走下一个。听不懂？所以要从这个练起。你要去感觉什么是松，什么是紧。所以我们肌肉的使用是一直在换，晓得吗？你不同的招式、不同的动作，那个肌肉是一直在换。这个肌肉紧了，在这个动作里面，这个肌肉一紧了，马上一松掉，又换这组肌肉，这组肌肉了，这组肌肉用上去，马上松掉，又换另外一组了。听不懂？可是你不会松的时候，你就是永远的紧，或者紧的时间很长啊。你紧的时间很长，那个紧也没有用，晓得吗？你从松产生的紧，那个紧是有弹性的，你一直在紧的那个紧是没有弹性的啊。可是我刚刚还在想说，我们一紧为什么不停个5秒10秒，然后为什么一定要一紧马上松？后来我知道，不是练紧，是练松。练有到就放掉。对，听不懂？好，你们现在到小腿能掌握了，现在到胯，一收到这边，一收，这边也是，你看一收到这边，一收，所以你的脚会有一点点离开地了。当你抽到胯的时候，你的脚会有一点点离开地了，可是不要去主动的跳，晓得吗？不要去主动的跳，让那个力量从脚底下一抽到胯，嘿，放掉，嘿，放掉，嘿，放掉，来，先不要到腹去，先不要到胸跟腹，只到胯。